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7.45，收盘价是249.70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0.92，最低价是在245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661.74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7倍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又出现了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一根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止跌的信号之后，然后在横盘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并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并没有确认止跌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样的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是一根等待的 K 线。那日后股价会继续选择突破。那如果是向上突破，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253.6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反弹，或者是出现反弹。那如果说股价日后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2.76，那么242.76，对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跌，也就是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46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5附近。实际在8月8日收盘价是在249.70，出现了下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跌，虽然在点位上有差别，但是本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这样的下跌不跌破前低。那由于股价继续出现了下行，因此呢，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8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我们说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41。那我们会看到之前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250.5由于在8月8日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个目标，所以这个目标将会被取消。那接下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41这个位置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这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跌破241呢，实际上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也就是要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那这个短期空头趋势呢，是自7月19日以来的下跌。对，好，那么241如果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当然是下方这个缺口的上沿是223。
在之前的视讯当中，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。好，那下行呢，我们先给出这2个目标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现在我们要把它设定在265，也就是原来是273，我们要把这个目标下移到265。好，那我们设定它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呢，是因为这根 K 线目前相对于现在的股价来说，这是前高，所以股价如果上行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前高。如果265附近第一个目标被站上呢，那么我们说在到达它之前都称为股价是叫反弹，站上这个前高叫反弹成功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位置第一个目标和如果是在8月9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它的附近，所以股价一旦站上这个第一个目标，除了叫反弹成功，同时也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股价会有转为多头的可能。对，好，那如果265被站上呢，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说不是273，而是299.29，这个第2个目标不变。那之前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设定的目标也就是前面的高点。那这些高点呢，例如在7月25日的最高273，这是原来我们设定的目标，还有7月31日的最高269附近，这些 K 线的高点将会成为股价反弹或者上行的压力位。对，而它真正的目标站上前高叫反弹成功，会继续上行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转为多头，而转为多头就要必须站上299.29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把图缩小来看，对，所以站上299.29呢，是股价转为多头的标志。当然229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那上方就是要测试314，如果314如果被站上呢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目前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缩小的话，看目前股价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，现在股价的位置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遇支撑而继续反转向上，继续上行，或者也有可能股价呢，如果出现下行跌破了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回补这个缺口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一段时间的下行或者是横盘，对。然后呢，继续回档，然后才有可能遇支撑再向上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趋势上来看呢，目前股价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反转向上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再继续等待一段时间，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，然后再向上。好，也就是目前股价是到了一个转折向上的一个位置了。对，那我们在这里说是这个位置是转折向上的位置，并不是说在这个位置一定会遇支撑而转折向上。好，那么上方的目标呢，我们重复一下是265和299.29，然后第3个目标是314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8月9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的观察位是在253附近，是在8月8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关注股价在这个位是不是能够突破它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反转向下。对，那么在8月8日一直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，因此啊，它是收低的。在8月9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这个位置，是253，同时它是这个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。那站上它才能够叫确认止跌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遇到支撑而反转向上。但是如果不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，继续下行。所以在8月9日盘中，我们继续关注253这个位置。因为在前一个交易日啊，虽然是一个下跌，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横盘，并且是一个小的绿 K。那么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我们要特别关注它。对，当然，如果是出现下跌呢，我们其实还要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243附近，因为跌破它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8月8日收盘价出现小绿 K 线，收盘价是出现了下跌，那成交量是量缩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，因为条件不具备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8月9日开盘之后一定会开盘之后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一直到253，应该会一直有空头力量的介入，甚至说一直到上方的265，在这个区间都是空头进场或者加仓的位置。那他们的目标位一定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，应该是在235附近。那他们的回补位是在266附近，也就是他们要守20日均线值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5日均线值是252到254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256到257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前高265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266，是在这个区域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蜻蜓线的最低243，第二个支撑位是241到235，是这个缺口，第三个支撑位是223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，我们叫横盘向下，或者叫出现，也可以称为叫下跌，但是这个下跌呢，我们不认为会跌破这个蜻蜓线的最低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0.5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，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
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8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57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56附近。那它的条件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并且站上蜻蜓线的最高，确认这个止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